金鄂交响乐音乐故事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奥地利作曲家海顿1732到1809年，由于在交响乐创作上的杰出的成就，被人们誉为交响乐之父。海顿指挥乐队演出时，常有些故作风雅的贵族前来参加音乐会，可是他们根本不懂音乐，常在乐曲声中打瞌睡。海顿就特意创作了金鄂交响乐。开始，乐曲在极为柔和的声调中进行着。正当那些贵族们酣睡时，突然，乐队奏出惊雷闪电般的曲调，伴着大炮似的鼓声，顿时把睡梦中的贵族们吓醒。他们口张目瞪，睡意全失，乐曲也就此告终。情歌变成了第二国歌。音乐故事《我的太阳》原是意大利一位作曲家创作的一首情歌。由于优美动听，在意大利家喻户晓，甚为流行，所以人们都认为它是民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登上统治宝座，实行铁血统治，意大利老百姓苦不堪言，其他各国人民也对他深恶痛绝。有一年，在芬兰举行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按照规矩，各国运动代表队进场时需奏该国国歌。乐队出自对墨索里尼政府的厌恶，便以使馆事先没有送来该国国歌乐谱为借口，当意大利运动员入场时，故意不奏该国国歌而奏《我的太阳》。当高亢的乐音在广场响起，在场的人先是惊讶，接着竟情不自禁地跟住音乐纵情高歌起来。啊，我的太阳，那就是你，那就是你，表达了对墨索里尼的憎恶和对意大利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自此以后，这首爱情歌曲流传更广了。当人们提起意大利歌曲时，就很自然地会想到这首歌曲，而当它的声音回响在人们耳际时，就会很自然地想到意大利。我的太阳实际上变成了意大利的象征和第二国歌。还有多少人在用心聆听莫扎特？这是被广大影迷称之为无冕之王的影片《肖申克的救赎》中瑞德的话外音。画面中是一段长长的镜头，主人公安迪不顾典狱长的威胁，将门反锁，用扩音器将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第3幕中伯爵夫人和苏珊娜著名的二重唱《晚风轻拂树林》传遍整个监狱。镜头摇移到屋外，从由肖申克监狱下而上，直到犯人的放风区上空的俯拍。当音乐回荡在监狱上空的时候，包括犯人和狱警在内的所有人都静立着，有一种抛却所有愤懑、狠毒和怨怒，仅仅是为了音乐而存在的感动。整个监狱俨然是个神圣的教堂，相信不管你是否喜欢歌剧，甚至是否喜欢听音乐，看到这一段你一定会感动。莫扎特的音乐是如此美妙，那些平日里最粗劣、最愚昧的人，在这一瞬间都变得高尚美丽。正如安迪的朋友瑞德旁白说的那样，虽然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刻意去聆听，但我们可以感觉到莫扎特音乐的存在。一代又一代的电影大师们，在需要表达强烈的内心情感，撩拨人们心灵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时，总是一次又一次借助莫扎特的音乐，就如海上钢琴师那样。虽然全片音乐都是以爵士音乐为主体，但在开头和结尾需要表达强烈内心情感时，仍然用的是莫扎特音乐。《费加罗的婚礼》这部歌剧是莫扎特歌剧创作的巅峰之作，剧中有太多足以流传万世的唱段，加上曲折缠绕的剧情发展，最后塑造出了一部颂扬爱情伟大的杰作。仅《费加罗的婚礼》中伯爵夫人和苏珊娜的这段著名的二重唱就被多次引用。科恩兄弟的经典黑色电影《不在场的男人》中运用了这段音乐，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兄弟俩的怪诞黑色风格。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火柴人》里也同样运用到了这个二重唱。歌剧中著名的序曲也被很多人用过，最有名的是《落跑的新娘》里的运用。这个主题和歌剧类似的电影运用这个序曲再也合适不过了。路易马勒的晚期名作《五月傻瓜》以清新温柔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家庭的故事，其中也运用到了其中的凯卢比诺的小咏叹调爱情的烦恼。说到莫扎特的音乐与电影之间的联系，
最早可以追溯到1930年的德国经典电影《蓝天使》中。这部由约瑟夫·冯斯登堡自导自演的作品，在电影史上享有无上经典的地位。尤其是他和当时叱咤一时的女明星玛丽·戴德利的合作，成为了荧幕上最早的导演与演员完美拍档。约瑟夫·冯斯登堡扮演一名中学教师，因为到夜总会调查班上学生的放荡生活，竟然疯狂地爱上了一名歌女。经过教师的苦苦追求，她终于嫁给了他，而他的前途也因此被毁。最后，他对她产生厌倦，复出演唱，他却孤独地在他以前任教的教室倒下。无数影评人都趋之若鹜地探讨这部爱情先锋之作，但却几乎很少人注意到在电影片末的音乐运用。那就是莫扎特的歌剧《魔笛》中的帕帕基诺的咏叹调。如果有个爱人该多好，唱段在帕帕独有的幽默中哀伤地唱道：吃的喝的都有，世界上漂亮的女人多的是，就是没有一个爱上我。此处的运用显然是和老教授的心境是相照应的。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当时有声电影才刚刚问世不久，在电影的片尾就能如此契合地结合歌剧来表达电影的主题，实属不易。由此可见，导演的独具匠心。《魔笛》是莫扎特创作的最后一部歌剧，直到他临终不久才完成。魔笛既具有正歌剧的庄严，又具有喜歌剧的明快，其音乐将神秘圣洁的宗教色彩和明朗欢快的世俗色彩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十分动听。莫扎特本人十分钟爱《魔笛》这部歌剧，他亲自指挥了第一场、第二场的演出。临死前几个小时，他还渴望听到魔笛的音乐。他请人把钟放在床头，以便计算时间，再想象住正在进行的魔笛演出。而他一直疏于妻子的感情，导致最终悲剧的原因是他所忙于排练的歌剧《魔笛》。而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魔笛》所要表达的主题是有关爱情的崇高力量。纵然有万般磨难，只要有坚定不移的爱情作为精神支柱，那么黑暗必将过去。而影片中所反映的却恰好是这个歌剧主题的背面。或许导演这样安排就是刻意的。在光明的背后，总有午夜守门人在地狱守候着无知生命的光临。新德国电影运动四杰中，赫尔佐格是最具哲学家气质的电影导演。他的电影是明显的主题先行的产物，极其风格化。他总是选择一些人类生活经验和文明的理解力之外的人物或事件，放在一种与人类经验保持距离的极端境况下，反省人类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1974年，他根据欧洲历史上被人们称之为欧洲之谜的加斯赫伯事件拍摄的影片《加斯赫伯之谜》就是其代表作之一。影片也是借用莫扎特的《魔笛》中的咏叹调作为开头和结尾，寓意极其深刻。影片的引子部分是一组平静、舒缓、安详的长镜头，看起来和电影毫无关系。平静的河面，一叶小舟轻轻荡过，泛起涟漪。一个少女朦胧的面容慢慢化作河边洗衣的老年妇女。人的一生从年轻到衰老，就像这样平静而安详，多么美好！但是导演一开始就给影片加进了一个不和谐的因素。随着影片的开始，莫扎特《魔笛》中塔米诺王子误入夜后黑暗森林时的咏叹调 Bis Wildnis ist Baselbernschon 就在这平静安详的画面中缭绕住，挥之不去。当咏叹调唱到一半时，音乐画面戛然而止，接着进入正片。巴赫坎坷的求学历程。1. 月夜超谱。巴赫只有10岁时，父母就相继去世了，他被带到他的一个哥哥家里。他的这个哥哥在附近镇市里当风琴师，在那里他上学，并跟他哥哥，一个非常严格的人，学习音乐。那时印刷或雕刻的乐谱是这样少又这样贵，以致买不起他的音乐家只好自己用手抄谱。巴赫的哥哥曾抄过一本当时所有最有名的作曲家音乐作品的手稿，而这本谱子对他来说是宝贵的。虽然塞巴斯提安渴望学习其中的音乐，可是他哥哥却说他还太小，还欣赏不了他。每当他哥哥不用它时，总是把它锁在书柜里，前面还加上一个铁丝格栅。在每一个有月亮的夜里，巴赫就踮着脚尖悄悄地走到书柜那边，
设法把那手抄本从铁丝格栅里小心地拉出来，不让它在翻篇时发出声响，以免惊醒了家人。然后在暗淡的月光下低头伏在那些小音符上，动手把它抄下来。他花了6个月时间抄完了这本乐谱，可是在他第一次弹奏乐谱时，恰恰被他的哥哥听见了，于是他的哥哥就把巴赫翻抄的所有乐谱拿走了。许多人认为巴赫晚年双目失明，就是由于他小时候在月光下抄谱，把眼睛累坏了所致。2. 自谋出路。巴赫15岁时，因他哥哥家孩子太多，难以为他们找到吃的和穿的，所以他就出发去为自己谋生。他和一个名叫乔治·埃尔德曼的朋友旅行200英里，大部分步行，去利纳堡。在那里，他们找到圣迈克尔学校的合唱班，当了职业歌手。不久以后，巴赫的嗓子变了声，不能再唱高音声部了，但他当上了排练时的伴奏员，并在市镇管乐队里，在新年节日里走街串巷的演奏。后来，他又成为萨克斯威玛公爵的管弦乐队里的小提琴手。在那个年代里，假如一个贵族喜爱音乐，他就会在宫殿里供养自己的乐队与合唱队，供自己的客人们娱乐。自从巴赫时代起，威玛的小公园里的公爵们都是音乐家和诗人们的朋友，并且沿了许多年代。3. 步行求学。这期间，巴赫学习所有能找到的优秀音乐，听国内所有的优秀音乐家的演奏。他经常到汉堡这个大城市去听歌剧和著名风琴师的演奏。由于他很少有钱坐公共马车，只好步行履艰难地翻过阴暗的山林，穿过阳光普照的草地和城镇那漫长的道路。他常常累得腰酸脚痛，疲倦地站在路边，眼看马车夫挥着他的长鞭赶着阔步腾跃前进的马，车里面的贵夫人和绅士们愉快地微笑住。有时当他嚼完他最后的一块黑色面包皮以后，只好眼巴巴地望着某个舒适的小酒馆里的厨房窗里，闻着烤着的肥鸭的香味。有一次在回汉堡的路上，他饿住肚子，坐在一家小酒馆的外面，闻着里面飘出来的引人流涎的香味。突然有人把窗子打开了，从里面扔出2个飞鱼头，这至少是可以吃的，所以年轻的巴赫爬过去捡起了它们。他惊奇地发现每个鱼骨头里都的1个丹麦金币，这足够他买1顿美餐，还可以付下次去汉堡的车费。他从来也没有认出这位在他饥饿时曾可怜过他的人。音乐家的简历。音乐故事。匈牙利著名音乐家李斯特1811到1886年到西欧去旅行，在一家高级饭店住宿。对于这家饭店繁琐的登记手续，音乐家这样写下了自己的简历：职业音乐家，出生地帕纳萨斯，由何处来？由迷惑之中来。到何处去？到真实之国去。帕纳萨斯是希腊神话中作为太阳神和文艺女神的圣地。李斯特和饭店的侍者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一套乐谱音乐故事。贝多芬逝世后，恰卢比尼成为欧洲的音乐巨子。有一次，一位时髦派音乐家带了一套乐谱去见他，伪称那乐曲是大音乐家曼哈所写，但恰卢比尼仔细审视一遍后，断然说道：“这绝不是曼哈写的，实在太坏了。”那位来访者又说：“那么，如果告诉你这是我写的，你会相信吗？”恰卢比尼笑笑说：“不，你还不能写得这样好呢。戴着眼镜睡觉。音乐故事。莫扎特每晚睡觉总要戴上眼镜。”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临睡还要戴眼镜呢？”他回答说：“我常在梦中想起一些乐曲的旋律，如不戴眼镜，就什么音符都看不清。醒来自然就忘得一干二净了。”一块蛋糕。音乐故事。作曲家贾科莫·普契尼和意大利音乐家、乐队指挥阿图尔·托斯卡尼尼，1867到1957年是一对老搭档。每年圣诞节，贾科莫都要给他的朋友送一块蛋糕。有一年圣诞节前夕，贾科莫同阿图尔吵了一架，因此想取消送给他的蛋糕，但为时已晚，蛋糕已经送出了。第二天，阿图尔收到贾科莫的电报，蛋糕错送了，他便随即附了份电报，蛋糕错吃了。托茂和戴茂，一位意大利年轻作曲家，
有一次请罗西尼听他演奏新作，罗西尼在听的时候，一连好几次把自己的帽子脱下戴上，戴上又脱下。年轻作曲家演奏结束后，问他为什么这样脱帽戴帽的。罗西尼回答说：“我有个习惯，每逢遇到老乡时，总要脱帽招呼一下。”音乐家和马车夫，意大利音乐家帕格尼尼，1782到1840年，过了一辆马车赴剧院演出，眼看就要迟到了，他请车夫快点赶路。我要付给你多少钱？帕格尼尼问道。10法郎。你这是开玩笑吧？我想不是。今天人们去听你用一根琴弦拉琴，指帕格尼尼演奏他创作的一些 G 弦上的技巧艰难深的乐曲，你可是每人收10法郎。那好吧，帕格尼尼说，我付你10法郎，不过你得用一个轮子把我载到剧院，只换得一顿晚餐的无价宝。音乐故事，舒伯特1707到1828，是音乐史上的大音乐家之一，奥地利人。他的一生贫穷潦倒，只活到31岁便夭折了。然而留给后人的音乐财富，其价值却难以估量。光是艺术歌曲就有600多首。逝世将近200年了，今天世界的人们仍然在唱着他的《魔王鳟鱼》、《菩提树》、《小夜曲》、《野玫瑰》、《摇篮曲》等歌曲。他的歌曲形象鲜明，优美抒情，情真意切，把歌曲的表现力发展到新的高度，在欧洲音乐史上被尊为歌曲之王。然而，这位天才的音乐家却常常饿住肚子过日子。一天，他徘徊在维也纳的街头，天晚了，饥肠辘辘，荷包里却1分钱也没有，晚餐如何解决？他也想不出头绪来。他本能地走进一家饭店，坐了下来。可是一个分文也拿不出来，怎能点菜吃饭？也许会碰上朋友熟人进来，顺便帮一点忙吧。但左顾右盼，始终没有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正在失望之际，餐台上一张报纸中的小诗跃入他的眼睑。作曲家的本能立即把他的思绪转到诗歌的意境中去。他浮想联翩，乐思绵绵，立即便把它谱成歌曲，并写了出来。他把这首歌拿给老板看，老板从他的衣着、脸色中悟出了舒伯特的意思，便用一份土豆烧牛肉换了他的这首歌。多年之后，这首歌的手稿被送到巴黎拍卖，竟以4万法郎起价。老鼠咬破蜂箱，促生了平安夜。音乐故事：1818年12月24日，奥地利的早晨，格鲁伯走进小镇奥伯恩托夫的教堂，坐上琴凳，准备练习当晚圣诞之夜要伴奏的圣歌。可是，一踩动踏板，管风琴却没有一丝琴音，只有一阵阵吱吱的漏气声吹出来。他与牧师仔细检查后，发现蜂箱被可恶的老鼠咬出了许多洞。格鲁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过不了多少钟头，神圣的圣诞之夜就到了。弥撒时没有音乐伴奏，该是一件何等遭殃的事。牧师莫尔却比较镇定，从衣袋里拿出一张发黄的纸片，说：“这是我写的一首小诗，你马上把它谱上去，然后教会孩子们，今晚不就有音乐了？”格鲁伯接过诗后，反复朗读起来，越读越感到有味道，灵感顿时产生，很快就谱成了歌曲，又立即教会了圣歌班的孩子们。圣诞节来临了，钟声在小镇的空中回荡，在烛光映照下，孩子们唱起了平安夜。格鲁伯拨动吉他伴奏，孩子们高亢、明亮、清纯的歌声与莫尔的高音和格鲁伯的男低音融成一体，显得格外好听。第2年春天，一位来修蜂箱的修理师发现这首歌很好，就把它带回山谷里自己的村子。村子里那些擅长音乐的人又把它传到其他地方去，愈传愈开，越传越远。奥地利国王、俄国沙皇、英国维多利亚女皇、法国拿破仑3世、德国诗人歌德等著名人物都先后听过这首歌的演唱。这首歌终于传遍了全世界。